他曾经放下狠话，只要有我在，就没人敢对中国动武。他隐姓埋名30年，身份被公开时，家人激动到热泪盈眶。他为祖国打造定海神针，亲手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推向大海。因为他的存在，美国佬主动将航母退后3000公里。他让中国14亿同胞在西方人面前挺直了腰杆。他就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，中国的核潜艇之父黄旭华。你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，但你绝对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牛。1967年，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已经初步建成，可在组装时却出现了问题，各种零部件加起来竟然超重184吨。你要它怎么下水？直接沉底吗？为了减掉超重的部分，黄旭华想到一个土办法：上顶时的每一个元件、管线都必须要编号过秤，切割下来的边角料下艇时也必须要过秤，两项核对，要是不能归零的话，全部重新核算。要知道，所有的零部件加起来至少上万个，这其中还不包括一些琐碎的小零件。可研究小组却只有10几个人，如此巨大的计算量让所有人望而却步。但老严却说，别说是上万，就是上亿也得算，每人配备一个算盘，要做到斤斤计较，两两计较。在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下，1970年我国第一艘攻击性核潜艇正式服役，同时也预示着我国彻底打破西方国家的核威胁，成功跻身世界大国行列，全国人民举国同庆。但科学家却没有就此停下脚步。同年，我国第一艘战略导弹核潜艇开始研发。相比于常规核潜艇来说，战略核潜艇的优势更加明显，是战争中实施2次核反击的有力武器。可如何让潜艇在发射导弹时保持其稳定性，成为当时困扰科学家的最大难题。就在这时，美国发表了一篇关于核潜艇的论文，论文上写着，美国人为了保持潜艇稳定，在舰舱尾部加设了一个重达65吨的陀螺装置。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方法是可行的，唯有黄旭华看出了其中的猫腻。我就不相信美国人会把这么大一个笨重的东西安在核潜艇上，生生的把核潜艇给拖到海底爬不上来。虽然增加重量确实可以保持稳定，但却使得潜艇的机动性大大下降。黄旭华力排众议做了专项研究，事实证明我国的核潜艇完全不需要加设陀螺装置，而那篇论文只不过是美国人故意放出的烟雾弹。确定研究方向没错后，研究小组又投入到紧锣密鼓的工作中。他们白天在工地上干活，晚上搞科学研究，每当想到新灵感就拿个本子记下来。时至今日，他们已经在这座岛上待了8年时间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黄旭华的女儿突然不见了。原来是2个孩子贪玩偷偷跑去海边，结果却遇到了暴风雨。于连长带着所有的战士去找，最终在海边找到了2个孩子。可人虽然找到了，情况却不容乐观，2个孩子被送到医院抢救。妻子第一次对黄旭华发了火，他不知该如何安慰，只能将妻子紧紧地抱在怀里。8年来，妻子从未有过一句抱怨，可他却无法忍受孩子也跟着一起遭罪。岛上的条件十分艰苦，女儿经常因为营养不良昏倒在学校里，但为了让丈夫安心工作，她从未跟他提过任何要求。如今压抑的情绪终于彻底爆发。万幸的是，经过医生全力抢救后，女儿终于脱离了危险期。事后，黄旭华特意找到于连长，给他带了些鸡蛋以示感谢，但于连长却怎么也不肯吃。你真别包，这鸡蛋不是我们吃的，是你们科研人员需要动脑筋，它是补充脑力，是你们该吃的东西，我们吃了属于浪费啊！无奈之下，黄旭华只好追在他身后，硬把鸡蛋塞到了他嘴里。看着面前的一片海，于连长满脸自豪，因为未来的核潜艇就会停在这儿。你们在我心里都是英雄，我这辈子是没戏了，我得让我的儿子跟你们一样。这天，研究小组正在工作，办公室却突然停电了。此刻外面雷雨交加，但为了不影响科研人员工作，于连长冒着大雨去抢修电路，结果却意外触电身亡。战士们满脸悲痛，黄旭华带着同事们冲了出来，他们要送这个敬爱的老兵最后一程。沉重的脚步激起千层浪花，那是于连长对祖国最无悔的誓言。那一天的海水很平静，平静到听不见任何声音，但每个人的心里却早已泪流成河。你和我一样年轻，年轻的享受青涩的歌曲，但为了创造梦中那个新天地，你转身匆匆走进风雨。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。1988年，研究小组即将执行首次南海深潜任务。深潜前夕，妻子突然对黄旭华说：“你是不是想跟他们一起下呀？”我要你看过的星空，穿过百年。其实黄旭华早就决定跟着潜艇一起下去，却始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，却没想被善解人意的妻子提前说了出来。要知道，这是我国的首次深潜，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。
美国的核潜艇技术位列世界前沿，但前不久也发生了深潜事故，导致上面的129人全部遇难。所以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不言而喻。黄旭华在后来的采访中是这样说的：在我决定升迁的时候，我的夫人她表现很冷静，只说了几句话：你是总司，你必须下去，你必须为这条艇安全负责，更为了这条艇的170个人的生命安全负责。为了保证深潜的安全，黄旭华亲自带队到舰舱内检查，工作甚至细致到了每一个螺丝。这天他在路过海军基地时，突然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口琴声，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一个年轻的海军战士。战士手里的口琴正是当年他送给于连长的那个。原来这个战士正是于连长的儿子，他继承父亲的遗志，成为一名中国海军。他要帮父亲完成未了的心愿。我想参加核潜艇深潜实验。我爸生前就跟我奶奶说，他做梦都想跟着核潜艇下海。我要替我爸圆梦。受美国核潜艇事故的影响，很多参加深潜任务的战士都提前写好了遗书，就连战前动员的军歌里都充满了视死如归的味道。黄旭华鼓励大家把遗书内容读出来。亲爱的妈妈，自古忠孝难两全，可是儿选择了报国，就不能误了国家的大事儿。我给您寄的那双臭鞋，您可千万别嫌臭给我扔了。鞋垫里还有我藏的80块钱津贴呢。小弟，当你看到那封信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替哥哥完成2件事。只要奶奶活到1天，你就不要把我牺牲的事情跟他说，替我给奶奶养老送终。所有人的眼里都噙满了泪水，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明明还只是孩子，却甘愿为祖国牺牲奉献。黄旭华向战士们做出承诺，一定会把他们安全地带回来。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作为总师，我将和大家一起下潜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不可思议，因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总设计师深潜的先例。他们也从心底对这群科学家肃然起敬。此时距离黄旭华离家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时间，母亲思念成疾，整日念叨着儿子的名字。二哥想写封家书把他叫回来，但母亲却不同意。不要打搅他。我想，他一定是为国家在做大事。1988年4月29日，我国第1代核潜艇奉命执行南海深潜任务。在黄旭华的带领下，战士们依次走进舰舱。随着舱门的关闭，预示着深潜任务正式拉开序幕。为了保证安全，黄旭华又把所有的设备检查了一遍。而此时家里的妻子也在翘首以盼，期待着丈夫的平安归来。她的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以往的场景，不知不觉间竟过去了这么多年。她不后悔自己的决定，也做好了承受一切的准备。可尽管灵魂妥协了，倔强的躯体却仍旧可以跨越山海。妈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你爸单位。哎，爸爸单位在那边。随着舰长的一声令下，核潜艇以极快的速度向海底驶去。它一路勇往直前，潜到了260米。可就在这时，舱体因为承受不住压力发生变形。更糟糕的是，舰舱内出现了漏水的情况。战士们立刻组织堵漏，可尽管如此，海水还是蔓延了进来。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下，黄旭华一反常态，下令继续深潜，目标极限深度300米。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紧张与不安，但黄旭华却始终坚信他们的核潜艇可以顶住。不久后，妻子接到了一通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声音让他喜极而泣，但此刻的泪水是幸福的。多少个风雨中的坚守，终于迎来了拨云见日的明媚。核潜艇携着乘风破浪之势凯旋归来，所有人欢呼雀跃，共同见证着这历史性的时刻。同年，我国核潜艇成功在水下发射运载火箭，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国家，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海军海基防御力量初步形成。如今，核潜艇作为国之重器，已成为中国海军捍卫国家主权、守卫领土完整与统一的重要力量。1995年，黄旭华终于回到了广东汕尾的老家，也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母亲。旭华，是你吗？是我回来看你了。在完成最后的心愿后，母亲就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很多人骂黄旭华是不孝子孙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他其实很爱自己的母亲，但为了国家，他只能将这份思念深埋于心底。2018年，青岛海军博物馆突然迎来了2位白发苍苍的老人。我叫黄旭华，92岁了，可以免费参观吗？当然可以，真的是黄院士，我带您去。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妻子为黄旭华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。
停不下，风吹走了满园的落叶落花。有人问我忠孝不能双全，你是怎么理解的？我说，对国家的忠，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。